最近俄乌局势的变化让各国都有了一种危机感，甚至都在进行备战。美国军工厂24小时不间断生产弹药，各国都在国际市场抢购弹药。武契奇与特朗普更是同时说出俄乌将有大事发生。而在这个敏感时间点，俄罗斯更是退出核武器控制条约，并打算重启核试验。这几天，美国媒体曝光了美国一处对口乌克兰的弹药生产点，可以看出西方国家这次军援行动的一个缩影。这座位于宾夕法尼亚州的军工厂，工人们正在24小时不间断生产炮弹壳，每天都是2班倒的状态，平均每人每天可以工作16个小时。这些炮弹壳被生产后，就被送往其他地方组装和质检。新炮弹很快便会通过专列抵达口岸，然后再运往东欧国家，再通过乌克兰西部的交通线将炮弹交付给乌军。因为从去年6月份开始，俄军因为弹药消耗的问题，已经基本打击不到乌克兰西部的交通线了，这也让西方国家交付军援物资变得安全了许多。目前仅这一个曝光的生产车间，每月就能生产1万枚炮弹壳，型号是乌克兰通用的155毫米榴弹炮。就连美国官员也承认，这是2战结束之后美国第一次如此紧张的生产弹药。原因还是因为乌军对炮弹的需求量太大了，每天都要使用数千枚、上万枚，就连美国都难以满足乌军的消耗。不久前，乌克兰就向西方国家求助，表示俄乌战争已经到了非常关键的时刻，希望能够提供足够的武器弹药，而理由是俄罗斯正在策划一场大规模的反攻。按照乌军目前的装备和弹药库存，肯定无法抵挡俄军的进攻，而俄军所采用的有规律、间歇性打击，让他们得以储存了大量弹药，所以乌克兰也需要足够的武器弹药做防御准备。值得一提的是，这次曝光的仅仅是一家弹药公司的生产量。事实上，西方国家在全球多个地区拥有无数的工厂，正在开足马力为乌克兰提供弹药，要不然乌军在战场上早就无炮可用了。在这种情况下，北约秘书长也对欧洲成员国提出了加大弹药生产量的要求，以实现他们对乌克兰的承诺。但在火力军看来，北约秘书长要求北约各国增加炮弹产量，不仅仅是为了满足乌克兰的弹药需求，其实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目的，那就是确保北约的军事优势。在冷战结束以后，许多北约国家因为失去了最主要的安全威胁，所以他们的军事工业都有不同程度的衰退迹象。此前就有北约高管公开表示，北约各国应该迅速完成自己的工业生产转型，将军事化生产放在第一位，因为整个北约都在遭遇安全威胁。如果无法生产足够多的武器，那么就无法与俄罗斯进行对抗。北约秘书长现在的表态，就是为了营造一种危机感，让北约各国把更多的力量投入到军事生产中。所以，北约其实就是在做针对俄罗斯的军事准备。现在俄罗斯也能明白，他们是在凭借一己之力对抗整个北约的产能。在这种情况下打消耗战，俄罗斯难以获胜。当然，欧洲各国都在抢购弹药和武器装备，开启一场全面的军备竞赛。所有武器一经发布就被抢购一空，未来几天必有大事发生。这是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的一段话，这些话并不是夸大，反而是正在发生的事件。因为目前的塞尔维亚军工厂正在加班加点生产弹药，以应对乌克兰危机带来的军备需求激增的问题。用他的话来说，那就是全世界都在备战，大家都在疯狂采购囤积弹药。而武契奇提及的乌克兰大事发生，可能和最近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有关。首先就是拜登闪电访问乌克兰，大手一挥就是5亿美元的援助，准备将再次为乌克兰提供大量的武器弹药，进一步提升乌克兰的军事实力。按照拜登的计划，未来还将为乌克兰提供700余辆坦克、数千辆装甲车、200多万发炮弹，以及上千门火炮、火箭炮等。这样庞大的军援规模，完全可以帮助乌克兰再重建一支精锐部队了。其次就是普京宣布暂停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并且已经获得了国家杜马同意。
俄罗斯更是放出消息，在乌克兰的军事行动必须成功，如果无法达成目标，不排除会使用核武器。最后一个就是乌克兰也在酝酿的春季攻势。目前基辅正在集结100万大军，并加紧从西方国家获得武器装备。目前的乌克兰军队已经开始朝着北约制式的方向发展，而北约部队可能也开始以雇佣兵、教官的名义深度插手俄乌冲突。所以武契奇的预警并不是空穴来风，因为乌克兰局势正在螺旋上升，西方国家、俄罗斯以及乌克兰之间的博弈正在升级，让整个局势愈加复杂。俄罗斯在乌克兰部署了数十万大军，未来不排除会打一场局部的大决战。俄乌局势的螺旋升级无疑将波及整个欧洲，甚至会影响全世界的安全稳定。正因为现在援助压力巨大，所以美国开始换套路了，打算把那些从伊朗手中缴获的装备悉数捐助给乌克兰，包括数千件伊朗制造武器和超100万枚弹药。具体来说，美国打算将缴获的5000支突击步枪、160枚炮弹、少量的反装甲导弹，以及近几个月北约海军在红海地区缴获的火箭炮，全部援助给乌克兰。作为北约反走私的成果，从去年12月开始，北约在阿曼湾一带缴获了3批伊朗运往也门的军事物资。美国海军于2022年12月1日进行了第一次收缴行动，在该行动中，美军成功缴获了超过100万发 7.62 毫米弹药、25000发 12.7 毫米弹药、近7000个122毫米火箭弹近炸引信，以及超过2100公斤 RPG 弹药的推进剂。在今年1月6日，美国海军再次缴获2000支突击步枪，而在1月15日的时候，法国海军也缴获了3000支突击步枪、57万8000发子弹以及23发伊朗仿制的短号反坦克导弹。美国想将这批装备全部援助给乌克兰，以解乌克兰暂时的燃眉之急。从去年9月份开始，俄军开始在战场上大量使用各种自杀式无人机，这让乌克兰防空压力骤然上升。在空防博弈中，无论是乌军装备的 S-300、山毛榉，还是从西方国家获得的各种防空武器，在对付俄军巡航导弹方面表现出较高的拦截效率。但面对俄军大量使用的自杀式无人机，使用价格高昂的防空导弹显然非常不划算。在激光武器还远未成熟，且乌克兰方获得激光防空武器的概率基本为0时，德国援助的猎豹自行高射炮成了战场拦截各种自杀式无人机的最佳装备。德国在去年就报道过，一辆猎豹在作战中已经击落了2枚俄军巡航导弹和超过2位数的无人机，甚至曾在敖德萨附近的一次行动中，数分钟内就击落了9架自杀式无人机。但其实，德国早在去年4月份就决定援助猎豹自行高射炮，但因为弹药短缺，原定去年5月向乌军交货的猎豹，直到8月才走向战场。因为这款高射炮的武器是2门瑞士研制的 KDA-L204 型35毫米高射炮，其相关弹药也是瑞士军火商所生产。所以，德国从去年4月份开始，就一直试图说服瑞士能为乌克兰提供高射炮弹药。但瑞士对向冲突地区出口军用武器十分克制，没有答应德国的请求，这才导致了弹药紧缺。在去年年底，随着乌军猎豹配备的弹药即将耗尽，德国又要求瑞士提供 1.2 万发35毫米弹药，但再次遭到瑞士的否决，德国对此大为不满。所以在多次寻求无果后，德国便决定摆脱依赖，自己为猎豹高射炮建立弹药生产线。目前，莱茵金属公司已经开始在翁特尔吕斯扩建和改组中口径弹药生产线，并与乌克兰达成一份协议。莱茵金属公司将负责为乌克兰装备的猎豹自行高射炮生产30万发35毫米高射炮弹，包括35毫米脱壳穿甲弹和高爆弹。此外，莱茵金属还在今年1月份决定在匈牙利建立2座军工厂和1座生产黑索金炸药的工厂，主要用来负责生产匈牙利陆军即将换装的 PZH-2000 自行榴弹炮、豹 2A7 主战坦克和 KF-41 步兵战车所使用的配套弹药。而这3座军工厂也将具备生产35毫米高射炮的能力。
这一举动引起了俄罗斯的担忧，俄罗斯媒体就认为这些军工厂将可以为乌克兰提供源源不断的弹药。在2月21日的时候，普京在俄罗斯联邦会议发表了国情咨文。普京这次发言不仅面向整个俄罗斯，还面向全世界。在演讲快要结束的时候，普京突然抛出了一个爆炸性话题，宣布俄罗斯暂停参与新的 START 核武器削减条约。这一举动让整个世界震惊，被外界视为俄罗斯正在进行核备战的信号。自从美国宣布退出中程核力量条约以后，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是美俄这两个核大国之间仅剩的一项是核军控协定，要求两个国家核武库数量不得超过800套运载系统和1550枚核弹头。不仅限制了美俄可以拥有的已部署洲际核武器的数量，同时也是为了避免两国展开恶性的核军备。这项条约还规定了美俄都要定期对彼此的核武器基地进行检查。此外，普京在后续讲话中还撂出了另一颗重磅炸弹，下令国防部和原子能公司准备重启俄罗斯的核武器试验，实验地点选择了位于巴伦支海新地岛的俄罗斯核试验场。值得一提的是，这座试验场距离部分北约国家非常近，尤其是正在加入北约的瑞典与芬兰。这一连串动作让许多国家感到非常不安，但在这时候，俄罗斯外交部又表示，仍打算遵守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中所规定的核武器上限，暂停了，但又没完全暂停。这是火力军对这件事的看法，同时也是俄罗斯在当前安全环境下采取的态度。看到这儿，各位应该已经懂了其中原因，仔细思考便会发现，俄罗斯的选择其实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核局势，此举的象征意义大于实质意义，更多的只是在传递政治信号。从某种角度来想，俄罗斯是在以退为进，核武器的存在就是一种威慑，这也是俄罗斯最后的底气。贸然动用核武器，俄罗斯也必将面临巨大的风险和代价。但在这个对俄罗斯非常不利的局势下，普京能做的选择只有这个。你们觉得这场局势会放松吗？如果美国没能顺从俄罗斯的意思，普京又会做出什么选择呢？欢迎评论区讨论一下。好了，本期内容就到这里了，我是火力军，咱们下期再见。